直以来呢，Toyota的车款给人家印象就是非常的成熟稳重啊，有一点 family man 的感觉，就是很顾家的感觉啊。但是呢，当 Toyota 下决心啊，要做一辆性能车，做一辆 sport car 的时候呢，它颠起来呢，做出来的东西是很不错的。这一台 Toyota 86，2016年的，现在在 Recon 车的市场呢，它的价钱差不多是在140、150,000左右，你就可以入手。然后这辆车呢，我要非常感谢另外一个 YouTuber Ryan， 他借我这辆车做这个 review 啦。然后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 channel。然后等一下呢，你记得留守这个影片哦，因为等一下在这个影片呢总结的环节呢，我会邀请 Ryan 来分享一下关于这辆车的一些用车体验之类的，有什么东西要注意之类的，所以记得留守到最后。这辆 Toyota 86呢，虽然它是 Toyota， 但是呢，它跟另外一款车，这个 Subaru BRZ 是姐妹车来的。然后你从车身那边啊，你可以看到啊，有几个地方有刻着这个 Subaru 的字哦。然后这辆车它结合了 Toyota 跟 Subaru 的科技结晶哦。引擎方面呢，它用的是 2.0 自然进气的这个 Subaru Boxer Engine， 有这个低重心的特性啦。然后呢，另外一个 Toyota 的科技就是呢，它用的是它的供油系统用的是 Toyota 的这个 D4S System 啦。这辆车呢是少有的，你在这个150,000左右的范围呢，可以买到的前置引擎、后轮驱动的这个配搭。然后呢，这辆车用的是这个爱信出品的6速手排啦。这辆车的前后配重啊，可以说是接近完美比例，50-50啦。它的前半部的配重为53%，后半部的配重为47%。所以呢，这样子的车身配重加上这个低重心的 Boxer Engine 呢，想必它操控性不会太差。因为一般的引擎呢，它的活塞在上面，然后那个 crankshaft 那个曲轴连接压箱那边在下面嘛。然后呢，这个 Boxer Engine 它是平行的嘛，所以变成了它的这个 piston 跟这个曲轴呢，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像一般的那些直列式的引擎呢，它的活塞运作是这样子的，上下上下的。然后像这个水平对卧的引擎呢，它的活塞运作是左右左右的，所以重心比较低，过弯就更稳。当然呢，一辆 sport car 呢，它的尾箱空间你不会期望太多，但是呢，其实这辆86的这一个尾箱空间呢，在其他 sport car 对比之下，它算是不错了。它尾箱空间有差不多一个243 liter，比这个 MS5 还要多 ，MS5 才130 liter。然后这个243 liter 其实是有一点接近我们普通车那个 Myvi 的这个后箱容积了。Myvi 后箱容积是差不多277 liter， 所以使用上方面呢，应该将就一下咯，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尾箱空间啊，它的这个口非常的小，所以你要塞大样的东西有点困难，但是它很深哦，算蛮深的里面。所以如果啊，你想跟你的另外一半来一场浪漫的远途旅行的话呢，这边可能你放你的行李咯，然后后座你拿来放你另外一半的行李，就应该是够了。哇哦，上这辆车的感觉呢，有一点像上那个 MX5， 因为 MX5 呢也是这样子的感觉，你就差不多好像坐在地上开车这样，很像那种卡丁车这样子啊，蛮爽的。其实呢，我一坐进来，我感觉哦，它椅子的包覆性很好，然后它的椅子用的是这一种啊，类似像 Alcantara 这样子的这种麂皮的这种构造啦，变成了我坐进去里面，我感觉哇，很 fit 哦。我觉得它可以很好的支撑我的背部啦，所以我觉得一些激烈操驾的时候，它应该是可以把我的身体 fit 到蛮好的。然后内装方面，它就非常的简朴啦，它没有很多多余的东西、花俏的东西，它就是让你专注在开车啦。有一个东西我非常的喜欢哦，就是它这个冷气的开关这边呢，它这个开关啊，令我感觉很像那种 Lamborghini 的跑车这样子按的。虽然这个只是调冷气的，不是那种什么性能开关，但是蛮好的。然后呢，这辆车是有 Push Start 的哦。然后日常使用方面的便利性呢，它有这个自动大灯，然后它有定速巡航。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定速巡航，它有了。然后这个 Handbrake 应该是随时给你漂移用的。这个排挡杆的这个设计也是蛮漂亮的。OK， 然后储物空间，这辆车也没有什么储物空间可言啊，就是中间这边有一点点东西。然后值得称赞的是啊，它这个放水罐这边啊，
算是蛮大的，应该可以放得下大只的水啊。然后呢，它的后座就更加的 hardcore 了。后座我觉得几乎不能够坐人了，因为我看那个间隙啊，连小孩子要坐进去都有一点困难，所以应该是用来放东西比较理想啊。这一部 2.0 自然进气的这个 Subaru 出品的 Boxer Engine 呢，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的最大马力为197匹，在7000转爆发，然后最大扭力为205 Nm， 在6400转爆发。你看到那个神奇的地方了吗？它的最大扭力跟最大马力爆发的这个时间的间隔啊，才相差一个600 RPM 哦，相当的接近哦。像一般普通的车呢，比如说像对手啊 MS5 啊，它在4000转就爆发出最大扭力啊，然后最大马力一样是7000转的时候爆发，所以相差一个3000转。然后甚至是一些超跑，像法拉利的812那一台 V12的 NA 引擎呢，它的最大马力在8500转爆发嘛，然后最大扭力呢在7000转爆发，相差了一个1500 RPM。然后这一部神引擎呢，6400跟7000转，它的这一个最大马力跟最大扭力输出的这个间隔短的惊人哦，600 RPM 吧，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啊，我是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然后这台引擎当年也是得奖引擎了，所以是相当不错的。OK， 我们来尝试一下过弯。Oh my god， 太爽了！哇哦！这辆车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是重心很低耶。你在过弯的时候，你感觉哦，它很稳，它不会那个 body roll 啊很少很少，可是呢又不会说很硬哦，因为有些 body roll 很少的车坐起来很硬嘛，这辆车不会很硬，然后 body roll 又很少。应该是得益于它这一个低重心的这个车身啊！哇哦，一级棒，一级棒！让我来回味一下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啊！那种感觉，你在过弯的时候哦，你有感觉到那个离心力，但是你感觉呢，这辆车它是很稳的吸附在地上了，开起来很好玩了。在这个什么都讲求速度的年代呢，一台讲求驾驶体验的 Sport Car 呢，它生存的目的并不是它可以跑多快，而是它能否给你最纯粹的一种驾驶体验。比如说像这台德大86一样，它给你的驾驶体验是那么的好，就好像呢我们去玩卡丁车，也不是贪图卡丁车可以跑很快，对不对？我们去玩卡丁车是要享受那种速度，追求那种速度带给你的快感，让你心跳加速的那种驾驶体验。然后这辆86呢，它也是可以给到你心跳加速的驾驶体验的。这辆86呢，虽然我刚才一直在说嘛 ，Sport Car 的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速度，可是这辆86其实也不慢的啦，它0到100加速是 7.6 秒。然而 7.6 秒这个数目字呢，放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讲求快，然后性能车满街都是的这个时代呢，这个数目字已经不是特别亮眼。比如说像那个老板车啦 ，Mercedes E-Class 啊 E300 啊，0到100都6点多秒罢了。所以这辆86 0到100 7.6 秒来说，这样的成绩来说，并不是特别快。刚才试驾到来了，短暂的试驾到来呢，我第一个心得就是呢，它的排挡杆的手感啊非常的好，它换压的档位哦很清楚哦，你很难会进错压。OK， 它的那个排挡杆，你一进到压的感觉咕噜咕噜，哦，它的换压的手感很好，令我想到那个以前我驾过的 Honda Civic Type R，
你 RPM 拉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叫你静压，对对对啊。然后它的离合器的咬合点呢，很容易抓哦。它的离合器不会很硬，然后它很分明啊。你知道呢，你的离合器放到什么程度呢，它就衔接了。所以我觉得在日常驾驶啊，在塞车的时候啊，所造成的问题是不大的啦，算是蛮平易近人、蛮容易控制的一辆手压车。OK。然后这个引擎呢，它是属于高转速取向的引擎哦，它的最大扭力在6400转爆发。Not bad. Not bad, bro. Oh. 它的转速啊，在超过4000转过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好像这辆车突然间换了一个性格，变成另外一辆车这样。它那个推动力啊很猛哦，在它 RPM 超过4000转的时候，它给你感受到那种动力、那种推进力啊，是蛮多的。这辆车快不快呢？另外讲啦，但是它给到你的那个驾驶体验啊，那感觉是蛮好的。我试驾到来呢，一切都是 positive 的。都是蛮不错的，就是呢，它这个引擎是属于比较高转速取向啦，所以你要勤劳一点换压咯，因为它的这个动力呢，在 RPM4过后才爆发出来嘛，所以呢，你尽量那个 RPM 不要少过4咯。如果你要开快的时候啦，你尽量把 RPM 保持在4以上，所以你就要勤劳换压啦。但是 Sport Car 就是给你这样子的嘛 ，Sport Car 就是给你勤劳驾车、勤劳换压嘛，要不然你买 Sport Car 还怎么？你买一辆那个 S Class 啊 E Class 不是好哦？然后我觉得我不大喜欢的东西是关于这辆车是几乎是没有了。可能我比较吹毛求疵点，我觉得它 engine 的声音哦可以再优化多一点，因为我感觉它 engine 声音有一点点粗。看我等红绿灯都是拉 handbrake 的标准的驾驶方法了。今天非常荣幸啊 ，Ryan 他借我他的这一个爱车德大86做这个 review 在我的 channel 啦，然后他自己也是有 YouTube channel， 他自己的 channel 是介绍一下 RNL 汽车生活频道 ，Russia and London。Russia and London， 俄罗斯跟伦敦。不是啦，其实是 Ryan and Lin， 因为 Lin 是我的另外一半。OK， 明白。这样子我今天很荣幸驾到这辆车，我感觉是蛮好驾的，然后它平易近人啊，它的感觉跟那个 Honda Civic Type R 有一点像，就很容易控制的那个 clutch， 不容易死火。然后我之前有拍过那个 Type R 的影片啊，不过那个时候表现不大好，所以你可以不用看。Ryan， 今天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关于这辆车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呢，为什么你会选择这辆车？它是你的每天上下班的 daily car 还是 weekend car？ OK， 首先我会买这辆车，因为是觉得现在我没有孩子，所以只是2个人，所以我必须要到车内空间啊。再来就是这辆车呢是在150千里面，我暂时性可以负担得起的双门跑车，因为可能到我有家庭的时候，我就不会选择这辆车了。再来就是这辆车呢是我的 daily car， 是你的 daily car？ 对，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就猜想你应该是有别的车，然后这辆是拜礼拜给你去玩一下的啊。这样没有，我口袋没有这样多钱去买宫崎第2辆车嘞，口袋深一点就可以了啊。OK， 像关于这辆车呢，你用到来啊，它有什么通病之类的吗？基本上其实它的通病也还好，就是 timing cover， 因为这种 box engine 来讲的话，它 timing cover 会定期漏油的问题。再来就是呢，可能就是那个它的，因为这是后轮驱动关系，在驾驶方面，可能去 IKEA 这种它的那个属于那种
那个路是铺那种油漆的路啊，它会可能有打滑的迹象，啊，这个点我有尝试过啊，比较容易甩尾。对对对，所以找 parking 的时候，跟在你车后尾的人会看到很嗨哦，那屁股在那边摇哦。他可能以为你在 show off 啊，你在甩尾给他看。没有，其实我很紧张，当时候那个情况，我老婆就看着我，哎，为什么你屁股这边摇了那个车屁股？这样子，它在保修方面还会贵吗？保养费用？其实保养方面，这辆车其实它真的是在双门跑车里面真的是很便宜，它大概的价格是一辆 Camry 的保养费，换黑油的话，Liqui Moly 020，再加上那个原装的多大的 oil filter 的话，加上工钱差不多是400多块，然后后尾的那个差速器那个 differential 的牙油2罐，差不多也是 Liqui Moly 啦，差不多也是300多块。中间的牙箱那个我就没有换过，因为那个牙箱是土库换给我的，所以我不知道多少钱。哦，哇，这样子其实还蛮便宜。听你讲这个价钱是算一辆普通车这样子的价钱吧？对，这样的话保养费那么低，那么它零件想必也是容易找还是不容易？你想太多了，它的零件基本上在 JB 是很难找，很难找。我跟你讲，想太多是很容易找，结果是很难找。是 OK， 因为这辆车，除非你去专门，好像 KL 有一间专门在做的，他们就有lobang 去帮你找到。如果只是普通可能卖 spare part 啊，他们可能要订，或者是他们连听都没听过，就讲哦不懂没有。原来是这样子。那么我之前有听说过啊，这种Subaru的车哦，如果你要对它的引擎做维护、做保修，比如讲换 spark plug 啊，比如讲换 gasket 啊，这些会有一点困难啦。那么你觉得在 JB 区啦，容易找得到这样子的店吗？可以帮你换 spark plug，然后换 gasket 很轻松啊，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其实换 gasket 还好，最主要就是那个 spark plug。spark plug 因为这种 Boxer engine 它的 spark plug 是靠近 chassis 的位置，所以不像那种普通那种 four cylinder engine 那种 inline 的那种，你可以在上面踩，它是在旁边会顶到。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找可能会做 Subaru 的，或者是呢那个有专门改 Subaru 车的啊，他们可能可以帮到你这个换这个 spark plug 的方面啦，因为可能还有 special tools。至于其他的可能不熟的，他可能会跟你讲，我要下 engine 才可以换啊。了解，你要换一个上巴要下眼镜，听啊是很吓人的。是，对于车主来讲，是，大致上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对于这辆车呢，如果给你10分，你打几分？这辆车10分啊，我给它8分。不错不错，8分。这样子，今天的影片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一个赞，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然后记得也要去Ryan的频道多多支持一下，订阅一下他。今天影片大致上是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